年轻的时候，我们常以为生活可以安稳的走下去，我们的努力和善良总能换来别人的温柔以待。可真正走进社会后，才发现现实远比想象残酷。我要用几个虚构故事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别人在意的是你的价值。在人生总有跌入谷底的时候，可能是一场意外，一次失败，或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当你陷入困境，才会真正看清身边的人。你会发现，曾经热络的朋友忽然变得异常忙碌，曾经笑脸相迎的伙伴开始闪避你的目光，没有一只手会主动伸来拉你。更让人心寒的是，有些人甚至不是来帮忙，而是冷眼旁观，甚至带着嘲讽的笑容，看着你在泥沼中挣扎，把你的痛苦当作戏码。老陈年轻时凭着冲劲开了一家小工厂，事业小有成就，买了车房。那时候亲友登门络绎不绝，他慷慨替晚辈付学费，借钱帮亲戚周转。他深信亲情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然而工厂因合作方恶意违约，导致资金链断裂，瞬间背上几百万债务。老陈从一个体面的老板，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负债者。他最先求助于朋友，鼓起勇气见面，颤抖着请求：以前借给你的钱，你能不能先还我一半？我现在真的需要周转。朋友却低头玩着手机，冷冷地说：你是老板，我是打工的，我哪有几十万？再说你这窟窿太大，我那点钱也没用啊，你还是另想办法吧。说完转身离开，连茶都没喝完。那一刻，老陈感受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心脏被冰锥刺穿般的寒冷。他才痛苦的明白，曾经以为坚固的友情，在现实的重压下，往往脆弱的不堪一击。当你失去金钱和权势时，友情甚至比陌生人更冷漠。这种寒彻心扉的感受，像一把利刃，直直的刺进你的心底。这个世界并非以道德和真理为核心，而是以实力为唯一的秩序。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才能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即便观点正确，声嘶力竭，也像尘埃般飘散，无人理会。相反，真正有实力的人，即使沉默不语，也能得到尊重与倾听。这就是社会最残酷的铁律：价值决定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沉默寡言，因为他们早已洞悉了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无谓的解释和争论，不如将这些宝贵的资源投入到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行动中。当你的实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当你的段位足够高时，许多曾经困扰你的问题都会像清晨的薄雾，在阳光的照耀下自然而然的消散。你无需再费力去证明什么，别人自会主动围拢过来，虔诚的聆听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小李在一家大公司做基层员工，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流程漏洞，会给公司带来潜在的千万级损失。他花了2个通宵，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充满了逻辑和道理。当他向部门经理汇报时，经理连头都没抬，只是挥了挥手说：小李呀，你刚来多久？公司这么大的体系，你看问题还是太简单了，按规矩做事就好，别想太多。小李的声音被无情的淹没了。后来公司请了一位顾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位顾问是行业内的顶尖人物。这位顾问来了之后，只花了半小时就指出了同小李报告中的那个流程漏洞。在会议上，当顾问提出解决方案时，所有高管都屏息静听，无人敢质疑。小李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他的道理和顾问的道理一模一样，但他和小李之间的区别只是个人价值。顾问的声音之所以能被听见，不是因为他口才更好，而是因为他的个人品牌、过往实力以及他所代表的稀缺价值。这一次经历彻底打破了小李真理越辩越明的旧观念，让他明白了价值决定话语权的铁律。你必须专注于以下3个核心行动：1、精力管理。
断舍离无效社交和情绪内耗。觉醒后的人首先会成为一个精力极简主义者，断绝无效社交，你不再随意的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那些毫无意义的社交活动和饭局上。你知道那些场合无法真正提升你的价值，停止情绪内耗。你不会再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去讨好任何人，你也不会再纠缠于那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小事，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你的目标变得清晰，注意力会高度集中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2. 专注增值，建立可交易的稀缺性。你的目光会变得坚定而锐利，你不会再把精力放在抱怨或解释上，而是全力投入到一件事，拓展自己的事业，建立核心竞争力。专注于那些能带来复利效应的技能，例如编程、投资、高效写作、公众演讲等。这些技能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你的市场价值。3. 挑战规则，挣脱底层的被动式生存。你必须深刻的明白，这个社会的规则从一开始就是为强者量身定制的，就像一场残酷的游戏。强者制定规则，弱者在规则中苦苦挣扎。打破惯性思维，敢于挑战自己的固有认知和行业的传统做法。如果人人都这么做，那成功的概率一定不高。摆脱被动，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认知，不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那么你将永远被困在社会的底层，被动的接受命运的无情安排。小智年纪轻轻就当上部门主管，常常在会议上被老板点名表扬，这样的光环让他成为公司里的焦点人物。跨部门的同事们，例如屏保部的佳怡、总务部的雅婷，都主动和他搭话，下班后还会热情邀约小智一起聚餐、唱歌。小智一度以为自己不仅事业顺利，也拥有了一群真心的朋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渐渐变了味。其他部门的主管对他心生嫉妒，甚至暗中串联，想方设法要把他拉下马。有人挑拨他与部属的关系，另一个主管智瑞放话质疑小智的管理方式。这些看似细小的矛盾，一点一滴累积成沉重的压力。最终，小智选择离开。他没有硬撑，而是把这段经历视为人生的转折，决定追求更好的发展。离职后某天，他在街头巧遇佳怡和雅婷。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装作不认识他，对他的招呼冷冷忽视，态度生疏的旁浮，从未有过那些一起吃饭唱歌的日子。后来，佳怡和公司另一位主管智瑞结婚，昔日同事还问小智要不要一起参加婚礼，他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没收到喜帖。”那一刻，小智恍然大悟，原来当初的热情并不是因为欣赏他的为人，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主管的身份，背后有老板的赏识。当光环消失，他在他们眼里也随之失去了价值。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有些人对你好，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因为利益。一旦你失去利用价值，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远离，甚至装作不曾认识你。人情如雾，散去之后才看清谁是真正关心你的人。这并不是要我们对人性彻底失望，而是提醒我们要学会分辨，谁是因为你这个人而靠近，谁只是因为你的权利而投来微笑。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是那些不看你的职位，不管你是否被表扬，依旧在你低谷时陪伴你的人。能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温暖。当你真正强大起来，许多曾经困扰的问题会自然而然消散，就像晨雾在阳光下逐渐散去。你不再需要讨好谁，不再纠结琐事，你会将时间投入自我提升与事业拓展，接触更高层次的人，探索更广阔的世界，让那些虚幻的人情与假象彻底崩塌吧。在现实的泥泞里，你要学会如同凤凰般浴火重生。当你重新站起来时，世界或许依旧残酷，但你已不再是过去那个脆弱的自己，因为你已经足够强大，能无畏地穿行于这复杂的世界。
迎接属于自己的辉煌与荣耀，而这才是你真正迈向财富与梦想生活的起点。